我们看这张图，这是西安兵马俑刚出土的样子，并不是灰头土脸的，而是带有色彩的。而当时这些色彩中呢，人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谜团，就是兵马俑上面的紫色和蓝色。我们先说这个紫色啊，它的成分竟然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，叫做硅酸铜钡。可教科书上说，这种物质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科学家他们进行超导研究时才偶然得到的。而专家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一个细节，这个紫色呢不单单是颜料那么简单，它还是一种超导体材料，所以它里面有波纹，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让电阻消失的。那么这个问题啊，所有人都疑惑了，也足以证明秦朝当时掌握着很多我们认为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。大家想要和我一起做同款视频，打造自己的 IP 账号啊，看完视频可以来找我。再比如呢，考古现场发现的秦弩箭头，它3个面最小的误差值能达到 0.02 毫米，非常接近现代机床的加工精度。在近100年的考古挖掘告诉我们，先进的科技无法复制的文物都集中在汉朝之前，比如越王勾践，比如三星堆，再比如兵马俑。我们确实很少听说在唐宋明清出现过什么科技啊是不可复制的文物。我国的地层考古学者呢，在做历史调研时，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在我们的历史上，汉朝之前的老百姓啊，居住的都是瓦房居多，而汉朝之后的2000年历史，居住的都是茅草房，直到近40-50年啊，才重新恢复到汉朝之前的瓦房自由。说到这里啊，很多看视频相对年长的人都会有一定记忆的。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啊，当茅草房换成瓦房时，你们认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但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已经普及过的建筑了，这就让人非常的费解，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会存在严重的退步？很多的网络手啊都会说秦朝之前有外星来客，其实这个论点呢，它也很难成立，而导致我们是强大还是衰弱，是进步还是退步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呢，是因为有人动了我们的文化。在古代，统治者过度实行护卫皇权，让底层老百姓吃不饱，拉开贫富差距，这才荒废生产，停止创新。今天呢，我一个视频就给你说明白。在秦朝没有统一之前，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当时出现过很多大的思想家，比如我们熟知的孔子创立的儒家，老子创立的道家，墨子创立的墨家，还有纵横家、阴阳家，很多学派号称历史上的一次百家争鸣。其实早在那个时期，我们就真的很先进，比如墨家人啊，他们当时就提出过力动尺的概念，还做出世界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，当时就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，还把物体最小的单位不可分割的叫做端，把时间最小的单位叫做时。这一系列的科学和宇宙观的提出啊，这可都比西方科学要领先了1000多年。而我说的这些啊，还真的只是九牛一毛，大家要是感兴趣，可以去看墨经。而我们说起道家呢，它一直都很神秘，但是我们总感觉啊，老子弘扬的是不争、无为和仁义道德。直到1971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，我们才了解道家的真相。因为马王堆汉墓呢，它就是代侯立苍的家族墓，立苍是一位道家宗师，立姓在那个年代啊，号称是老子的后人。在这座古墓中啊，有道家失传的技术和道家失传的思想。比如立苍的妻子辛追夫人的尸体，他历经了2000多年，刚发现的时候啊，不腐不烂，如同刚睡着了一般，皮肤还有弹性，头发都乌黑亮丽。而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样子，是氧化后的结果。而这项技术如果让今天的科技来做，要不就用冷冻，要不呢就是掏空内脏做成木乃伊，要不很难保存2000多年。辛追夫人还有2件出土的素纱单衣，每件都不超过50克，折叠都可以放进火柴盒里。当时我们也调动国内最先进的仿制技术来复制，做出来的也有200多克，根本无法复制到一模一样。而除了这些失传的技术之外呢，还有出土的帛书12万字，经过几年的整理编撰成7大本书。在一本呢叫做《五星战》，明确地记载了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的运转周期和29颗彗星的样子和周期的轨道，和今天我们的数据做对比，居然惊人的相似。而这个又如何解释？我们都知道，就算用现在的科技观察29颗彗星的运行周期，至少它也需要400年的时间，而古人居然做到了。所以道家当时不仅有着和墨家同样的科技力量，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墨家。而最为重要的是呢，也是后来影响退步的是出土的帛书版的老子5000言甲乙本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道德经。而出土的道德经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的道德经内容完全不同。我们看的道德经是假的，被人篡改了700多处。因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版道德经啊，是当时帝王将相家中的书，刘邦、项羽当时看的，所以真伪性我们不用质疑。帛书版道德经是德在前，道在后，德是人的修为，道是自然的规律。虽然只是顺序的区别啊，但是当中的意思却千差万别。德在前更注重的是人的修为，其次是天道，而道在前更注重的是天道的规律，其次是人的修为。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。而要说起这内容上的不同啊，更加的匪夷所思。还记得我们学过曲则全，枉则直这句话吗？
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曲则进，枉则定。原来老子的意思从来都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，而是教我们坚定勇敢的面对。而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，言善信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。原来这里说的于善信呢，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来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之所以把这句话改成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是帝王儒臣们希望底层百姓遵从儒家思想的仁义，而他们自己从来不守这个规则，这才是最坑害人的东西。还有一句话我们熟知的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这可是道德经万人追捧的洗脑神句而帛书出土之后，我们才看到真相，是上善治水，水利万物而有敬。原来老子的意思，他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弘扬无为不争，它根本就不是老子的本意，而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篡改的版本。而最可悲的是呢，篡改的版本我们竟然学了2000多年。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开始大力弘扬儒学，彻底淹没了墨家思想，再篡改道家文化，让儒家成为盛世，其目的呢就是护卫皇权，打造一个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士农工商、男尊女卑、官民分等、嫡庶分等，拉开贫富差距，让中下阶级的人永无翻身之地，让商人和创业者在历史中的地位极其低下，不认识点关系寸步难行，举步维艰。男尊女卑呢，让女性遵从三从四德还不行，还要裹脚。然后儒家文化还主张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，让出生贫微的人要信命，不要想要翻身。反之贵族呢，他永远都是贵族，让贫富差距成为铁打不可扭转的模型，再提倡厚葬久丧的守孝制度，彻底来磨灭老百姓的精神。在汉朝之后，儒家文化提倡的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，并且在守孝期间内不允许参加任何的劳动和创作，然后还提倡厚葬，无论你有钱没钱，砸锅卖铁也要厚葬的这种儒家文化思想，如果不做就是不孝。在古代不孝那可是大不逆的。儒家文化这颗毒瘤如同三体小说向地球发来的质子，甚至比质子还要可怕。而皇权贵族贪图享乐不作为，底层老百姓吃不饱饭，谁还有心情搞创新谋发展？所以真正影响历史进步的是历代统治者过度护卫皇权贵族的利益，实行愚民的手段而导致的。儒家文化它也始终是一个工具，人性才是最可怕的东西。根据近现代的考古发现，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加持，才让我们离真实的历史是越来越近，才让所有人都看到了道家最初的文化不仅是先进，也是强悍的。